在 Minecraft 1.22 版本中，总共有18种稀有的盔甲纹饰，无论是极境、剑手、眼眸和考古挖出来的模板。在本视频中，我将带你了解所有盔甲纹饰模板的获取地点、布置方法，以及如何让钻石、红石等饰纹材料装饰你的盔甲。那么，到底要如何使用盔甲纹饰呢？首先，你需要的是一个锻造台。要制作锻造台，你需要4个木板和2个铁钉，像这样在工作台上摆放就能制作而成。当你打开时，你可以看到左边的位置是放锻造模板的，中间的话就是放装备，而右边呢则是放染色的材料，比如是金钉、钻石、绿宝石等等。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，当你每次对盔甲使用时，都会消耗一个盔甲纹饰，所以这里你需要保留一个来做复制。至于复制的方法，我会在影片的后边和你说。现在你所看到的盔甲，就是使用上盔甲纹饰模板之后的样子，是不是和之前没有用上模板相比的话更酷了呢？了解了盔甲纹饰和锻造台的操作后，这里就要来看每个盔甲纹饰到底该从哪里可以获得到它呢？首先要看的是极境盔甲纹饰，这个模板是最稀有的模板了，你可以在远古城市的宝箱中获得到。可是那么稀有的盔甲纹饰模板怎么会那么容易开到呢？这个模板要开到的几率是 1.25%， 大概80个宝箱里才能开出一个，是不是很夸张呢？而极境盔甲纹饰打造出来的盔甲纹理确实是很好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到过极境模板？最高纪录是多少个宝箱才开到？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哦。接着是坚守盔甲纹饰，这个模板要在哪里获得到呢？这个模板其实也可以在远古城市的宝箱中开到，可是和极境模板的几率对比的话，要获得坚守模板的几率会更高一些，获得的几率是 5%， 相当于每20个宝箱中就能获得到一个坚守模板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坚守盔甲纹饰打造出来的盔甲，胸甲的纹理就像是坚守者的心脏一样，全部的纹理打造出来还是很帅的。接下来要看的是考古挖出来的盔甲纹饰，第一个是雇主盔甲纹饰。首先你需要来到古迹废墟这里，在这里你会发现到一些不一样材质的沙粒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。接着就是要拿上沙子来考古，从可疑沙粒中找到雇主盔甲纹饰的几率是 8.3%， 将近是挖12个才能挖到它。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它所打造出来的盔甲，第一眼看上去它的盔甲上都有一些线条，但是不是很明显，果然是古代挖出来的模板。再来要看的是向导盔甲纹饰，这个模板也是从可疑的沙粒中可以获得到的，刷出来的几率和之前一样，也是 8.3%。别看我那么容易刷出来，其实要凑齐全部考古盔甲纹饰也是很难的。如果把它打造在盔甲上是这样的，是不是有点熟悉呢？其实考古挖出来的模板，它的纹理都差不多，只是改了一些细节，本来是一条线，现在是有一点凹凸这样。接下来要看的是莫名盔甲纹饰，这些都是从可疑的沙粒中能刷出来的，同样要获得它也有 8.3% 的几率可以刷得到。而莫名盔甲纹饰打造出来的盔甲，实际上和刚刚的也差不多，只是线中间有断了一截这样。第4个从考古挖出来的模板是塑造盔甲纹饰，和它之前的同伴一样，有 8.3% 的几率能刷得到。注意这里的可疑的沙子刷出来的物品都是不一样的哦，所以你必须花一点时间来考古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它所打造出来的盔甲，和其他的考古模板纹理也差不多一样，只是这个会比较顺眼一些，没有太多的线条，看起来比较舒服。下一个我们要看的盔甲纹饰是肋骨盔甲纹饰，要获得这个盔甲纹饰需要来到地狱堡垒，在这里的宝箱中有 6.6% 的几率能开得到，也就是15个宝箱中能获得到一个。但肋骨盔甲纹饰打造出来的盔甲就是长这样的，第一眼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，它做出来的骨头纹理也很明显，和它的名字还是有对应的。接下来的盔甲纹饰也是在地狱的朱布林堡垒中能找到的，它就是猪鼻盔甲纹饰。在4种不一样的朱布林堡垒中，从宝箱里开到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哦，有 8.3% 的几率能开得到，差不多就是12个箱子会出一个。它打造出来的盔甲和它的名字完全没关联，没有显示猪鼻的样子，单独只是一些纹理，可能我看不出来好吧，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再来是海岸盔甲纹饰，要获得到它需要来到沉船这里，
它可以在沉船的任何3个宝箱中找到，里面的宝箱有16.6%的几率能开到2个海岸盔甲纹饰，没有听错，是2个。当中3个宝箱里有很大的几率可以拿到最少2个海岸盔甲纹饰。那它那么容易获取，打造出来的盔甲是不是不怎么好看呢？其实也还好，它的头盔、胸甲、靴子的纹理都是差不多一样，都是凹下去的，而后面呢都是一条直线。紧接着要看的是哨兵盔甲纹饰，这个盔甲纹饰需要在掠夺者前哨站才能找到它，在这里的宝箱中要开到它的几率是25%，平均打开4个宝箱有几率打开出2个盔甲纹饰。现在看到的是哨兵盔甲纹饰的盔甲纹理，它的盔甲有着4个点，而且还一直连接到这个头盔后面，裤子上还有锁链的纹理，看上去都还行。听到沙丘盔甲纹饰，你大概也会联想到沙漠遗迹，对吧？没有错，它需要在沙漠遗迹的宝箱中打开才能获得到。宝箱中开到沙丘盔甲纹饰的几率是14.3%，而且1个宝箱中还有可能开出2个盔甲纹饰，平均7个宝箱中就能开出1个沙丘盔甲纹饰。而现在看到的就是它所打造出来的盔甲纹理，胸甲的纹理有着像眼睛图案的圆形，不只是这样，后面也是有着相同的盔甲纹理。再来是荒野盔甲纹饰，你要获得它需要来到丛林遗迹，在这里的宝箱中有33.3%的几率能开出2个盔甲纹饰，平均3个宝箱就能开到它，所以你只要找到丛林遗迹就一定能获得到它。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它所打造出来的盔甲，它的盔甲纹理就像是带着肩带一样，看上去就普普通通吧。接着要看的是脑鬼盔甲纹饰，听到名字你应该就知道它能在哪个建筑能找到了吧？那就是领地福地，在这里的战利品宝箱中有58%的几率能获得到，平均就是2个宝箱中能开出1个脑鬼盔甲纹饰。脑鬼盔甲纹饰打造出来的盔甲纹理其实也有融入了脑鬼的纹理，虽然说它的盔甲纹饰并不这么粗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做的还是蛮不错的。现在要看的是潮汐盔甲纹饰，这个盔甲纹饰是比较难获得到的，因为它需要来到海底遗迹这里，所以你需要准备一些夜视药水、水下呼吸药水和一些牛奶。然后在进入之前，海底遗迹的这3个部分的下方就是远古守卫者刷出的位置，所以真正只要喝牛奶解除状态，挖开下方的方块就能快速的进入到里面。你是不是想说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找远古守卫者呢？那是因为只有击杀了远古守卫者才能有几率获得潮汐盔甲纹饰。是的，是有几率获得，不是100%获得到哦。击杀他们有20%的几率会掉落潮汐盔甲纹饰。注意，这个掉落几率是不会被掠夺的附魔给影响到的哦。主要是它的盔甲纹理看上去还是比较明显，而且看上去还蛮特别的。再来要看的是香茅盔甲纹饰，这个盔甲纹饰是需要在试炼密室中的宝库打开而获得到。这里要注意，打开宝库是需要使用试炼钥匙才能打开，而且每个宝库每个人只能打开1次。要在宝库中打开它的几率呢是5.4%，要获得到它还是很看你的运气的。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它所打造出来的盔甲纹理，整体看上去是不是很特别呢？主要它的特点是有带一点科技感这样吧，看上去我觉得还是蛮酷的。紧接着的盔甲纹饰也是能在世界密室里的不祥宝库中打开而获得到，那就是涡流盔甲纹饰。要打开不祥宝库是需要不祥试炼钥匙才能打开，同样的不祥宝库每个人也只能打开1次。要开出涡流盔甲纹饰的几率是22.5%，平均打开5次不祥宝库就能获得到1个。关于试炼钥匙要怎么获得，你可以看我这一个影片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涡流盔甲纹饰所打造出来的盔甲纹理，第一眼看上去和刚刚的就有差别，这个的话就有带一点古代的纹理。现在要如何获得眼眸盔甲纹饰？首先你要来到中阶祭坛，再来是需要找到这里的图书馆，这里的宝箱开到眼眸盔甲纹饰的几率是100%。是的，只要你来到这里呢，就一定会获得到它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它所打造出来的盔甲纹理，和它的名字一样，盔甲纹理也有带着一个眼睛，而且纹理看起来很清楚，不会很复杂。最后一个盔甲纹饰是需要来到中阶层来找到的，
那就是尖塔盔甲纹饰。当你来到中阶层后，在这里的宝箱中有6.7%的几率能开得到它，平均是15个宝箱中能开出一个尖塔盔甲纹饰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它所打造出来的盔甲纹理，仔细看还真的是塔的纹理，不管是从头到脚都有一些塔顶的纹理，看上去还是很不错的。话说回来，一套盔甲就需要用掉4个盔甲纹饰，正常玩哪有这么多，对吧？那就要说到如何复制盔甲纹饰。在复制盔甲纹饰之前，首先来看一下要准备哪些材料。主要需要的材料就是钻石，没有错，就是钻石。除了钻石，我们还需要收集每个模板对应的特定方块。接着需要在工作台上，先在上方放上盔甲纹饰，中间放上对应方块，周围就放上7个钻石，这样就能复制成功。了解了复制过程，我们先来看怎么复制极净盔甲纹饰。在这里，极净盔甲纹饰和坚守盔甲纹饰的复制方法都是相同的，它们需要的对应方块是深板岩原石，只要在工作台上这样摆放就能复制成功。再来要看的是雇主、牧民、塑造和向导盔甲纹饰的复制方法，它们需要的对应方块是陶瓦，在中间放上陶瓦，周围放上钻石，就能成功复制这些盔甲纹饰。现在要看的是肋骨盔甲纹饰的复制方法，它所需要的对应方块就是下界岩，而猪鼻盔甲纹饰复制时就需要使用对应的方块，也就是黑石，这样呢就能复制成功啦。接着要看的是海岸、哨兵和脑鬼盔甲纹饰的复制方法，这3种盔甲纹饰复制时需要的对应方块就是原石，在中间放上原石，再搭配钻石的话，就能成功复制这些盔甲纹饰。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沙丘盔甲纹饰，它需要的对应方块就是砂岩，这样就能复制成功。这里要注意，如果你是玩基岩版的话，你还能使用平滑砂岩、切制砂岩和雕纹砂岩来复制成功哦。再来是荒野盔甲纹饰，复制它需要的对应方块就是苔石，这样放上的话就能复制成功。潮汐盔甲纹饰要复制时，它需要的对应方块是海晶石。如果是基岩版呢，你还可以使用海晶石砖和暗海晶石来复制成功哦。然后是香茅盔甲纹饰复制方法，它需要的对应方块是铜块或者是涂拉的铜块，使用这2种方块都能复制成功。紧接着是蜗牛盔甲纹饰的复制方法，它的对应方块就是旋风棒，这样放置就能复制成功。再来是眼眸盔甲纹饰，复制它需要的对应方块就是摸地石，只要这样摆放也能复制成功哦。最后一个就是尖塔盔甲纹饰，复制它需要的对应方块就是纸破块，如果是基岩版呢，还能使用这个纸破柱来复制成功。聪明的你是不是有注意到，复制时对应的方块就是收集盔甲纹饰的地点的方块呢？所以当你收集盔甲纹饰时，也别忘了收集以上的对应方块，以便你之后复制这些模板。在打造盔甲纹饰之前，是需要搭配不一样的饰纹材料才能成功锻造。在这里的饰纹材料总共有11种，每个材料打造出来的盔甲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外观。里面的饰纹材料包括的就是铁钉、金钉、铜钉、下界合金钉、紫水晶碎片、钻石、绿宝石、下界石英、青金石、红石粉或树脂砖。现在你看到就是不同饰纹材料所打造出来的盔甲。